這可以說嗎 ？Henry 的風格演变不是因为我。嗨，大家好，歡迎來到2026年的第一個影片。先祝大家新年快樂！今天呢，就是跟大家預告過很久的2026年再也不會買這個系列，對去年的一個購物總結，我們一些好的購物，還有不好的消費。但其實今年真的沒有什麼不好的消費，理智了非常多。所以我們今天就會按品類來給大家分享。首先呢，包包這個品類我非常滿意的就是我這兩個愛馬仕的包，這個是我日常利用率非常高的一個包包，因為它是 Kelly 25內縫的嘛，我覺得是拎起來很鬆弛，跟我的衣櫥非常適配的。而且呢，它又是黑金的配色，其實你看像 Henry 這種綠色比較跳躍的顏色配這個包也是非常好看，所以就很百搭。我覺得搭配上沒有任何的限制，因為它是 Togo 皮內縫，就比較軟的這種，所以它也非常的好裝。之前我們去 Como 旅行的時候，我也拎這個包。今年的這個包包榜一，榜一嗎？也不能這麼說，因為這個包我覺得也是他們倆並列第一。這個我真的超級喜歡，我覺得這個是我的榜一。是嗎？對，我這兩個都是我的榜一啦。榜一聽起來土土的。大家看到這個包應該不陌生吧？因為這就是我們在東京的時候買到的。這一個包應該是我覺得 Tora 今年買到我最喜歡的。這個是一個 Birkin 的35帆布拼皮，它的皮質是保加利亞皮，就比較特別一點。而且我覺得這個金棕的配色也非常的完美，就是我最想要的那個帆布拼皮的顏色，很復古又很時髦。我覺得像近幾年大包真的是有一個回潮的。Birkin 35，我覺得男生都是可以背的，所以我也很推薦男生可以去找 Birkin 3540。這個 Le Mer 的托特包是我今年最滿意的包包單品，很百搭，然後它容量非常大，而且又非常輕，所以對我來說就是利用率很高。之後一直會避免購買的包包就是自重太重的包，因為我覺得我日常是拎不動的嘛，那利用率就會比較低。我還是傾向於就是買這些單品，我日常都是可以使用的。我的話，我應該還是會傾向於去買可以肩背或側背的包，比較習慣背稍微大一點的包。然後我覺得可以側背跟肩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只能手提的那種包的話，我可能就稍微會考慮一下。所以 Henry 想要那個很大的 Kelly， 因為 Kelly 可以肩背。今年冬天買的所有的衣服我都很滿意，所以我就不一一列舉了。比如說大家應該記得像 Kate 那個毛毛外套啊，新維塔 Vita 羊絨外套，還有 The Row 的羊絨大衣什麼的都非常的滿意，以及我的羊絨毛衣們。所以說我覺得我冬天挑選衣服的一個原則就是我要保證它是能穿很久的，它材質要夠好。像是外套類的單品呢，這件 Kate 我真的非常滿意，因為我覺得它材質就是這種羊皮毛，真的是可以穿很久。我覺得 Tora 在挑這種冬天外套單品的時候，就是格外的謹慎。其實我也是 ，Tora 在買東西上面有影響到我，因為他每次買衣服的時候都是先看材質怎麼樣，然後我以前就是先看造型，以及就是版型一定要適合自己。像我知道 Kate 的衣服的版型大多數都做得很時髦，也是非常適合我自己身材的，所以呢我就有很多 Kate 的衣服。而且我覺得它的每一件毛毛外套都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不一樣的點，我會挑不一樣的設計。比如說像這一件，它的這個皮的條紋細節，我就覺得很特別。今年買到我最滿意的冬天外套，應該就是這件克羅心的棉服，也是我們在東京的時候買到的。如果大家有看過東京 vlog 的話，應該記得這一件。這一件是我們倆都能穿的，它是 L 碼，然後 Henry 穿就是比較偏緊身、比較 fit 的效果，然後我穿就是很 oversize。很多衣服看起來可能版型很基礎，但其實它的利用率會是最高的，而且它有一些小小的細節。這些銀的克羅心扣子真的非常好看。我覺得要說後悔的外套類單品，唯一一個可能就是這件 body， 因為我只有1至2個 look 可以搭配它，所以我就覺得就是穿搭頻率比較低一點。沒想到吧，居然有 body， 因為 body 其實是我們兩個都超級喜歡的品牌。我覺得原因可能就是它的顏色吧，就有點跳出我的舒適區了。但它的做工、版型還有材質我都很喜歡，所以我可以繼續幫你穿。這件是 S 碼，但 Henry 穿 XL 比較合適。我穿這件袖子就比較短，所以我就會把它穿在裡面當內搭。我之前有試過把這件穿在一個皮衣裡面，我覺得效果就蠻好的。body 的這種外套真的版型很好，而且你看它雕花細節都雕得很精細，我還是很喜歡這件衣服。包括這個 Burgundy 也是我喜歡的顏色。其實我覺得你配藍色牛仔褲也蠻好看的。對，就是我配它就是一個配藍色牛仔褲和配黑色的 The Row 那個 Lydia 裙子。我買衣服的時候會在腦子裡快速的想一下有幾個 look 可以搭配，快速想 look 的這個過程也是可以避免上頭型的衝動消費，因為你給了自己一個思考緩衝的時間。我覺得這個是很實用的一個小 tips。就我希望我買一件衣服，它是立刻可以融入我的衣櫥，一衣多穿這樣子。接下來我覺得也是冬季衣櫥裡非常重要的一個單品，就是毛衣。挑選標準第一點就是它得是羊絨的，因為很多比較有造型的毛衣其實都不是純羊絨的。因為我摸很多 Tora 的
純羊絨毛衣，然後所以我就慢慢的也覺得羊絨毛衣確實是不錯，而且它就是薄薄一層就可以很暖。比如說我身上這件也是今年冬天買到非常成功的這件 Kate 的開衫。像我跟 Henry 有買同款的這個 The Row 的混色毛衣。我們兩個冬天選毛衣有一個標準，就是它版型看起來是比較基礎的，但其實它都有一些自己的小巧思。比如說我的這一件袖子這邊有一點點圓形的設計，然後它腰的部分是有做一点點小的收腰的。這一件呢，它是做的比較廓形的那種大的粗棒針織毛衣，就是我会很看重这個衣服的版型，它如果有一些特別的點呢，就會很吸引到我們。這一件 Kate 的羊絨開襟衫也是我今年很滿意的一個毛衣單品。費爾島毛衣的圖案配色做的超級的好看，因為它是這種短版的廓形，对我來說会比較特別一點。這件是女裝的，就如果你逛男裝已經逛到找不到好看的衣服的話，真的推薦大家可以去看女裝。說到版型，就不得不提這一件 Le Mer 的針織外套。大家應該看我這件利用率超級高吧 ？Henry 各種配大衣、配皮衣都很好看。对，因為我本身的身材是比較瘦的，這種厚的毛衣穿在我身上就可以幫我身材變得更好。大家記得 Henry 8月的時候立了一個 flag， 說大家我已經要開始一個健身計劃，他現在還沒有開始。想要嘗試厚的毛衣或是高領的毛衣的話，這件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接下來呢，像牛仔褲，我覺得也是大家衣櫥裡非常重要的一個單品吧。Kate 這條 Winslow 牛仔褲也是我最近穿搭頻率非常高的，它是這種低腰闊腿，是我覺得非常好的一個版型，所以我也很推薦大家可以去找類似版型的這個闊腿牛仔褲，或者大家可以直接選擇 Kate 這個 Winslow。對比一下這兩條牛仔褲的版型，這個是 Winslow， 這個是 Jacob， 他們兩個都是 Kate 我很喜歡的，也經常穿的牛仔褲，但是我想說日常我會更推薦像 Winslow 這樣的版型，因為它沒有 Jacob 那麼闊那麼誇張，所以我覺得是日常更好搭配的。牛仔褲我有一個選購的原則，我不會買的就是穿起來不舒服的，因為牛仔褲其實還蠻容易選到比如說過緊或者是坐下來不舒服的問題。我今年買到最滿意的牛仔褲就是這一條 The Row 的 Berted， 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就是它的顏色，我覺得它水洗顏色是我一直想找的，因為我覺得這種淺藍色還蠻難找到特別好看的，而且 The Row 牛仔褲也是質感做的特別好，它的版型就介於寬版跟窄版中間，堆疊感也是我很想要的。對，我覺得像這種闊度其實對於男生日常穿搭就是最合適的。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26年可以找到沒有破洞版的這一條牛仔褲。26年我會避免買的可能就是那種過緊的牛仔褲。夏天衣服的部分，我比較偏向選擇的材質還是去年跟大家說的那些，比如說像絲質、棉質、亞麻這些。比如說這件 Kate 的絲質襯衫，我覺得就是我今年買到非常成功的一個單品。像我之前就是棉質的襯衫偏多，然後我覺得絲質襯衫它比較飄逸一點，因為它更輕薄嘛，它的細節做的真的非常好，它是有點像小小的編織在這個細紋上面。之前購物分享也有跟大家說過這個細節，反正我們倆就還是會偏向找一些有一點點這種精巧的小細節的衣服。夏天我棉質的裙子也非常多，比如說剛剛跟大家分享過的 The Row 的這一條黑色的半裙，後面有這個褶皺的設計，然後它前面是平的，就是我會非常被這些設計上的細節吸引。棉質的這種半裙或者连衣裙，我夏天的穿着頻率也是真的很高。那你覺得26年你會避免購入哪一種裙型？以我对我自己身材的了解的話，我不會買那種袖子，比如說在這半長不長，然後這種那種鬆鬆垮垮的袖子。大家看我穿的都是那種細吊帶，因為我覺得會把肩頸這邊的線條刻畫的更好一點。裙長的話，我也是要麼是全長，短的話就很 tricky 了。我覺得不能是就是剛好在膝蓋上面一點點的，要麼就要很短，要麼就要很長，真的是很個人的，跟你自己的身高身材都有關係。我觉得可以在那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因為我們之前是在時裝學校上課嘛，那時候老師其實就會很常鼓勵我們去店裡去試，去摸那些好的衣服的布料啊，然後去試那些版型。總結來看，就是衣服這一類，推薦大家去多逛多嘗試，這樣你才能了解自己適合什麼版型。我今天買的很滿意的冬天的鞋子就是愛馬仕這個 Jumping Boot， 大家應該也看我搭配過非常多次，因為它是我現在非常迷的這種深棕色麂皮，推薦大家去嘗試麂皮的這種靴子。其實像 Kate 也有出這種深棕色麂皮的靴，那雙我也覺得非常好看。我覺得很好的點是在於它是軟皮的，如果不是軟皮的，會很像打了石膏走不了路。對，因為我有試過那種硬皮的，我是有點無法接受，因為我覺得我穿着頻率會非常低。日常穿的鞋子，我覺得最重要一個標準就是它的舒適度，因為鞋子一定要可以走路嘛。我覺得很滿意的夏天的鞋子就是 Alaïa 的這一雙網狀的芭蕾舞鞋，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芭蕾舞鞋這個鞋型，然後之前我一直沒有入手，因為之前它這邊一直是漆皮的設計，但是我逛到它
麂皮的這個設計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好看，而且這個顏色也是非常適配我的日常穿搭的，所以呢，這一雙鞋榮登我2025年的夏天鞋子 Best Purchase 之一。它還有一個點就是它真的很透气。而且呢，它舒適度超級高，它是橡胶鞋底嘛，所以走起路来没有任何負担。然后我穿它就從來沒有磨過腳。哦，是嗎？對，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完美，因為麂皮這邊後跟啊什麼也都是軟軟的，所以它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會磨腳的。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點。我的話，我覺得 The Row 鞋子真的還蠻舒服的。這雙鳗魚皮的樂福鞋，其實我去年已經分享過了，是我去年的 Best 之一。而且這個雙樂福鞋是我們倆有同款，我的是黑色，它的是棕色，然後我們倆的日常穿搭頻率也是非常之高。因為我覺得它就是又時髦又舒適，很好穿，而且很好看，所以我今年還想再買一双黑色的這個樂福鞋。新出的那個紅色我覺得很美，紅色我覺得超級好看，但是紅色好像只有女生有。哦，是嗎？好像沒有男生 size。Henry 真的穿搭頻率超級高，而且我覺得它是，比如說你配那種闊腿褲、牛仔褲，或者配西服套裝，就是正式都可以。強烈推薦這雙鞋。然後尺寸我自己是穿一樣的 size 啦，我平常穿45，這雙就買45，然後我穿是非常剛好。不過我看有些人會覺得這雙偏小，如果可以的話，建議大家還是去試一下。如果你喜歡稍微有一點空間的話，你就可以選稍微大半碼。Tora 它是大一碼，对，這雙馬毛我覺得很喜歡的點是它真的非常的舒服，它的這個後跟都是皮的，不會磨腳，而且它是橡膠底的，所以走起路來真的非常的軟糯。如果大家好奇更多細節，可以去看我們那一期 The Row 的購物分享。另外一個很喜歡它的點就是它很特別，長的馬毛，對，非常時髦。我看有些人擔心說會不會很容易髒，其實我覺得鞋子就是用來穿的嘛，它稍微髒一點或者有點使用痕跡，其實我沒有很在意，可能就是回來的時候稍微簡單的清理一下就可以了。那你覺得你之後不會再買的？我覺得我不會再買鞋子，就是那種後跟非常硬的，很容易會磨腳。所以你也是很看重舒適度。對，然後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現在已經非常少買球鞋了，所以我2026年應該還是會比較偏向買皮鞋這一類的鞋子。他大學的時候就買了很多的球鞋，現在也都沒有再穿搭使用了。這個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想看 Henry 的風格演變的話，留言告訴我們。我覺得球鞋真的是非常舒服，但是我自己的穿搭風格，鞋櫃裡有1雙到2雙，我覺得就足夠了。接下來呢，飾品類，我今年買到的最滿意的肯定就是我手上戴的這個 AP 的 Royal Oak 皇家橡樹37表徑的15551ST 這塊手錶。這塊錶真的就是每天都在戴，真的非常的喜歡。我很開心可以擁有 AP 作為我的第一塊機械錶，然後我覺得我之後應該會想要收藏更多。好看，就是我現在在錄影片，眼神沒有辦法離開他的手。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細節，可以去看我們 Como 的那期開箱，我們有專門介紹這塊手錶。大家也知道 AP 是我們倆最喜歡的品牌，可以去看我們之前在 Libra Suits 的那一期 Vlog， 我們有詳細的介紹這個品牌。像我覺得 Royal Oak 就非常適合Tora我們倆的。對。我今年買到我最滿意的飾品呢，就是這一個愛馬仕的掛錶，因為我覺得它既是一個項鏈，又是一個錶。電池裝了嗎？沒裝。所以 Henry 覺得非常的實用，覺得很好看啊，就是有一個小小的細節。而且這是馬吉拉時期的設計，我們倆也是一直非常喜歡馬吉拉時期的愛馬仕，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我們東京的購物分享。而且像這一款，其實愛馬仕現在也有复出，它是放在一個手鐲上，然後它會附送一個這個皮的套，所以現在在愛馬仕還是可以買得到的。對，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去愛馬仕店裡看一下。珠寶配飾類的呢，我還是像去年說的一樣，比較偏向於去買就真金白銀的材質，我就會比較少考慮那種Fashion jewelry， 像珠寶類的單品我會非常的謹慎，因為它價格比較高嘛，所以我就希望一定選到的是我喜歡的品牌，我喜歡的樣式，這樣子就可以戴非常久。是的，然後我也更想找到一些更特別的款式，我也有很多在我的 wish list 上，所以呢，如果大家好奇的話，我們也可以做一期我們2026年的心願單。接下來像配飾類的一些小的時尚單品，比如說像這個 Chanel 的冷帽，這個帽子我們倆都可以用，男生戴真的也非常好看。所以你很推薦男生去看一下 Chanel 的帽子。對，我很推荐男生去看 Chanel 的帽子，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看，而且很舒服。它帽型很好，对，而且它也是纯羊绒的，所以非常的舒適保暖。另外一個帽子我很滿意的就是這頂 Loro Piana 的棒球帽，因為我的頭型不是戴所有棒球帽都好看，大部分我戴都不是很好看。好慘。這一頂真的是我找到我覺得算我戴上去還 OK 的棒球帽，而且它的材質是這種防水的，所以下雨天 Henry 從不打傘。這邊是鬆緊帶設計，它是有分大中小尺寸，它還有另外一個羊絨的版本，我也非常的喜歡，我覺得很好看，而且算低調吧，因為它的 logo 是同色系的。Henry 買了這頂帽子以後，就再也沒有戴過它的 New Era， 這可以說嗎？ New Era 那個也很好看，但是我覺得再也回不去了嗎？戴起來的
我比較少戴 New Era， 是因為我覺得這一點的材質真的比 New Era 好。当然，因為它價格有時候差嘛。我覺得這個比那個舒服很多。對，不管是你摸起來或是你戴起來。不過 New Era 那個可以顯得臉更小，因為它那個帽檐很長嘛，所以它就可以遮更多。配飾類我還有一個想要提名的，就是這一條 Kate 的腰帶，我們倆都經常用它來搭配。我覺得這個腰帶真的是2025年利用率最高的一條腰帶。這個鉚釘真的做得很有質感，我覺得在這些配飾上，大家真的可以去嘗試這種比較搶眼的金屬細節。這一條 size 我之前是有一條75的，但是我把它換成85，因為85的話我們倆就都能用。系高腰褲会长出一截，低腰的時候85会更舒服一点，就没有那麼局促。所以我覺得腰帶的尺寸也得看，就是說這條腰帶你的搭配場景是什麼。通常我買腰帶都是75的嘛，但這一條我又想配高腰褲，又想配低腰褲，可能長度上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調整。不是因為我。还有一個我覺得夏天很實用的時尚配飾呢，就是絲巾。像我夏天有跟大家分享很多它的搭配方法，比如說頭巾或者繫在腰上。這個顏色對男生來說也是非常好搭的。之前在巴黎的時候 ，Henry 有把它配在襯衫裡面，我覺得就蠻好看。就像這樣把絲巾繫在襯衫裡面，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搭配方法。絲巾我覺得大條一點，造型可以更多變一點。是嗎？那個小條你不是也經常用？所以絲巾呢，也是一個男生女生都可以共享的一個東西。另外一個很滿意的配飾呢，就是 The Row 的羊绒圍巾。我覺得是這個厚度和這個大小，其實在現在市面上很難找到。之前 Kate 也有出過這種超大的圍巾。你說在巴黎市？對对，那個太大了。那一個是純白色的，戴上去就會覺得體積超級爆炸大。但這個是混色，然後又是深色，所以就沒有那麼誇張。對，沒有那麼誇張。這個也是一個披肩的大小了，它可以當披肩，也可以當圍巾。大的厚的羊绒圍巾會更有造型感一點，然後你造型上的變化也會更多。比如說你可以披着啊，可以繫着，可以把它當帽子之類的。我覺得選圍巾最重要的標準應該就是材質，對，應該是羊絨。因為我覺得羊絨圍巾跟羊毛圍巾，它的親膚度真的差非常多。如果你已經有一條比較薄一點的，我也非常的推薦大家可以去嘗試比較寬一點的那種，因為我覺得戴上去的造型感真的不太一樣。其實我們買衣服的觀點跟去年還是一樣，就是要買利用率高，然後材質好、版型好的單品。我覺得很開心的是，我們確實踐行我們2025年說的那些原則，所以大家看到我們分享全部都是滿意這個滿意那個，就沒有分享後悔的單品。但是因為我們真的沒有買到後悔的單品，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大的一個成就哎。但我們也有跟大家分享，我们会尽量避免购買哪一些東西。对，所以就是也是希望能給大家一個參考吧。而且如果大家好奇的話，也可以去回看一下我們25年的一些購物分享，我們都有分享一些很多衣服的細節啊，以及我們為什麼選擇，以及我們選衣服的一些標準。2026年跟我們一起謹慎消費，希望都可以買到不後悔的單品，然後每一件都是利用率很高，每次穿起來都很開心的衣服。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拜拜。